这个女人蹲在茅房里，拿着一根竹片，眼含热泪，迟迟无法下手。没想到我雨桐，堂堂现代精英白领，却因为公司团建喝醉了酒，穿越到这里。此刻的雨桐蹲在厕所里，屈辱地纠结着，到底用不用这竹片。片刻后，生无可恋的她走了出来。娘，您出来了，我给您煮了粥和鸡蛋。大儿媳方和顶着即将临盆的大肚子正在收衣服，看见雨桐，立刻走过来询问：“您现在要吃吗？”她的脚边跟着她3岁的女儿灵儿，看上去营养不良，十分弱小，看着雨桐的眼神里充满了害怕。雨桐没有理会眼前的方和，转身进了屋里，脑海里充斥着原主的记忆：35岁死了丈夫的寡妇，还有3个儿子，最大的那个都20了。天知道，她可是连男人都没有碰过呀。想起刚才在茅厕的遭遇，还有旁边桶里浸泡着用过的竹片，苍天啊，这种东西还能回收利用？大儿媳再次进屋，小心地询问：“娘，我给您煮了粥。”雨桐还沉浸在竹片的打击中，抬头看见母女俩怯懦的模样，一阵头痛。原主的记忆里，对这个大儿媳和大孙女坏得很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方氏做，还嫌弃她生了个女娃，饭也不让吃饱。3个儿子，大儿子一个妈宝男，有任何事情先把媳妇推出来抵挡。二儿子倒是争气，不仅考上了状元，还娶了相国的女儿，最后却因为和旧情人纠缠不清，气得相国把他定罪，满门抄斩。3儿子因为哥哥是状元的原因，被大户王家选上做了伴读，却没想到那个少爷不务正业，带着3儿子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，最后被仇人报复断了命根，从此以后变得毫无人性。想到最后自己被提上断头台的结局，雨桐不仅出了一身冷汗。阿和，娘呢？大儿子这时回来了，打断了雨桐的回忆。娘从早上到现在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娘，您怎么了？是身体哪不舒服吗？雨桐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也小不了几岁的男人，这一声娘叫的他内心无比复杂。他侧过身，不想面对。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个朝代以孝道治理天下，看到自己娘这个样子，魏承宽埋怨起妻子。哼，娘一天没吃东西，你这个儿媳妇怎么当的？我煮了粥，娘不要吃。娘不要吃，你就不会煮别的吗？大儿子恼怒，他娶媳妇就是为了来孝顺娘的。我不知道娘喜欢吃什么。方和低着头，怯懦的样子。你都嫁进魏家4年了，竟然连娘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，你……雨桐拿起枕头朝他大儿子砸过去。娘，魏承宽愣住了，都出去，让我静一静。要不是饿得没力气，这句话他都想吼着说的。看着眼前逆来顺受的大儿媳妇和只会苛责媳妇的大儿子，以及8年后他们被满门抄斩的命运，他不禁欲哭无泪。要不是原主这种极品娘，怎么能养出这3个极品儿子出来？记得当时大儿媳2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儿，他当晚就骂得方和上吊自尽了。这已经不是极品2字能形容的了，简直可恶！他穿到这样的妇人身上，倒霉透顶。大儿子魏承宽一直守在屋外，他觉得娘今天怪怪的。虽然平时娘对他也不怎么好，敬天心2弟3弟了，但也没像今天这样对他。想到这儿，他又瞪了妻子一眼。哼，你是不是做什么事情惹娘不快了？我没有。方和赶紧摇头，看到丈夫暴怒的样子，吓得低下头不敢看。她一整天都在做事，都没有休息过，怎么可能惹得婆婆不快呢？但她不敢说。一直躲在娘亲脚边的灵儿更是害怕的走了走，大眼中已经有了泪水在打转。她怕阿奶，也怕爹爹。一定是你，要不然娘怎么可能把自己关在屋里？骂完妻子的魏承宽走到屋门口。娘，如果方和惹您生气了，您打他骂他就是了，别气着了自个儿。以前每次他这样说，娘就会对他有好脸色。方和在后面缩着肩膀，这些话他已经听麻木了，他只能等着婆婆出来骂他。屋门打开，方和抖了抖。我说了我要静一静，你还吵。雨桐冷眼看着这个大儿子，只会骂媳妇的人算什么男人？哼！娘，一定是方和惹您生气了，是不是？我让他跪着给您赔罪。方和猛地看向丈夫，他大着肚子就快要生了，这个时候还让他跪下，愣着做什么？赶紧跪下给娘认错！看着眼前的一幕，雨桐深吸口气，闭了闭眼，他有一种想要揍人的冲动。平复了半天的情绪后，睁开眼，他看向跪在地上的大儿媳：“你不是说温着粥吗？去摆好，我饿了。”方和怔了下，本来以为又要被骂了，却没想到是让他去拿粥。他赶紧起身前往灶房。雨桐一口气吃了3碗粥，他真是饿了，吃饱了才觉得有了点力气。你在家是怎么伺候娘的呢？瞧把娘饿的。魏承宽松了口气，又骂了妻子2句，只要娘高兴就行。娘，我给您包鸡蛋。雨桐看到躲在后面的灵儿眼巴巴地盯着他爹手里的鸡蛋，心里暗骂了句造孽。我饱了，把鸡蛋给灵儿吃吧。说完走出了灶房。后面的方和听到这话，唰一下白了脸，拉着女儿急忙跟出去。走在前面的雨桐正在打量着魏家的院子，方和拉着女儿冲过来，跪到了雨桐面前。娘，求求您别卖了灵儿，她虽然是个女孩子，也是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来的，身上流的也是魏家的血啊。看见自己娘哭，灵儿也跟着哭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卖了灵儿？您不卖灵儿，为什么要给灵儿吃鸡蛋呢？雨桐傻眼，
吃一个鸡蛋就要卖孙女。奶奶，灵儿不喜欢吃鸡蛋，您别卖灵儿。小灵儿眼泪直流，一边说一边磕头。哎呀，谁说我要卖灵儿？我卖自己的孙女，我还是人吗？你们赶紧起来！雨桐抱起灵儿，3岁的娃瘦得皮包骨头的。方和傻愣愣地看着婆婆抱着女儿。自从女儿生下来，婆婆从来没正眼看过一眼，更别说抱了。从灶房出来的魏成宽也傻眼了，娘怎么突然间对灵儿这么好？抱着灵儿转身走进灶房，把桌上的鸡蛋放到灵儿面前。放心，奶奶不会卖你的，以后每一天你都要吃1个鸡蛋，这样你才能长高高。魏灵儿眼泪一直掉。奶奶今天抱我了，奶奶还说不会卖我，还让我每天都吃鸡蛋。可她还是不敢吃，含着泪的大眼睛可怜地看着雨桐。雨桐暗叹了一口气，想起原主对母女俩的虐待，就知道小灵儿现在肯定是不信她的。再看看站在门口的方鹤，也是一脸的惧怕，简直闹心。奶让你吃你就吃，哭什么哭？魏成宽走了过来，狠狠瞪了女儿一眼。婆娘肚子不争气，给她生了这么一个赔钱货，她也烦得紧，转头一脸孝顺地看着雨桐。娘，您要卖灵儿的话，可谈好价钱了。雨桐气得脸一沉，转身找了根又粗又长的木棒，朝着魏成宽身上开始招呼。灵儿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真要卖她，你作为父亲也应该阻止。还问我谈好价钱没有？你还是人吗？被打了2下才反应过来的魏成宽赶紧躲闪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娘，您打我干嘛？您要是不想卖，那就不卖，我都听您的。雨桐听到这话更来气了，想到了魏灵儿的结局，虽然现在没有被卖，可6年后也会被魏成宽卖入青楼。当时几兄弟反目成仇，他没了收入，就把女儿给卖了。这种男人让他直接打死得了。本来穿成个寡妇就憋屈，还是这样极品的一家，一肚子的火让雨桐下手丝毫不稳。可饿了一天的身体早就疲惫不堪，打了6、7下就累得气喘吁吁的。魏成宽连忙跪下：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提卖灵儿的事，您别生气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方和母女俩也被吓傻了，特别是方和，她这个婆婆向来对她刻薄，今天居然为了灵儿打她儿子，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反应。打累了的雨桐转身进了房间，突然想起他那个3儿子现在在王家做书童，按照时间来说，15岁那年成了废人，还有1年的时间，还来得及，他得早做打算，不能走了老路。妈奶，灵儿已经将鸡蛋吃了，您别再生气了。门打开，雨桐摸着灵儿的头，随即冷脸看向魏成宽。魏成又什么时候回来？魏成宽一愣，看来娘今天真的很生气，连最喜欢的3弟都叫上大名了。后天是2弟私塾休息的日子，3弟平常都是在这个日子和2弟一起回来的。雨桐想了想，确实如此，反正也不急在这1天2天了。可转眼就看见在灶房里忙活的大儿媳，骂人的话刚到嘴边，他又缩了回去。算了，这一时半会表现得太出格了也不行，这封建制度下的普通妇人都已经习惯了，自己太突出反而不好，慢慢来吧。这时，一个40岁左右拿着手绢，走路一扭一扭的妇人走进了院子，一看见雨桐，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。魏家嫂子在家呢。任媒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一个女人躲在水池旁，浑身衣服湿透，看见迎面走过来的男子，立刻哎呦一声叫了出来，然后朝着男子跑去，撞进男子的怀里。讨厌了啦！任媒婆来到魏家，笑嘻嘻地看着雨桐。雨桐稍微一回忆，就想起上一世就是这个任媒婆给2儿子说亲来了，而说亲那姑娘就是当时害得他们魏家满门抄斩的人。当时的魏氏把2儿子当宝贝一样的，哪里看得上村里的寻常女子，于是一口回绝了。那女子一听没戏，就在魏成启回家路过的小树林里来了一出尸身诱惑，当时魏成启那小子没把持住。想到这里，雨桐狠狠地瞪着任媒婆，任媒婆灿烂的笑容差点没绷住。这位家嫂子看我的眼神怎么突然间这么凶呢？哎呦，难不成今儿个发生了什么不愉快？算了，今天还是先别说了。任媒婆，你咋来了？哈哈，没事没事，刚好路过，进来打个招呼，走了走了。说完，任媒婆就扭着臀匆匆离开了。雨桐挑了挑眉，不对啊，不是今天吗？原主的脑海里明明就是2儿子回来的前2天来提亲的呀。当时3儿子没有跟着2儿子回来，孤身一人就被那个女人给算计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后天那小树林必须去一趟。晚饭时，大儿媳方和盛了满满1碗米饭给雨桐，而自己那边则是1碗粥。娘，快坐吧，方和烧了您最喜欢吃的豆腐皮。看着自己和大儿子面前的白米饭，再看儿媳妇和孙女面前的粥，雨桐一阵不快。娘，怎么了？魏成宽看见雨桐脸色阴沉，想着是不是方和做的饭菜不如娘的意。把你们的粥去倒了。雨桐看着他们娘2碗里那碗米汤，说好听点是粥，其实就是1碗水。对，魏成宽赶忙附和，转头朝着妻女呵斥：你一天到晚在家里只是做做家务，还吃这么多饭做什么？家里哪有那么多粮食养你们？晚饭你们就别吃了。雨桐气得差点把手里的筷子扔他头上，忍了忍，转头看向大儿媳：你怀着身子喝什么粥？去盛米饭吃，给灵儿盛得满些，她正在长身体。早已麻木的方和听到婆婆这么说，简直不敢相信。她嫁进魏家4年了，有几次吃米饭还是来了亲戚，婆婆要做排场冲脸面，才让她和女儿吃了一点。灵儿一听能吃到米饭，小脸忍不住的高兴，然后又马上低下头，随即偷偷抬起小脸看向阿奶。阿奶今天好好
好哦，不仅给我吃鸡蛋，还让我和娘吃米饭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娘，您说什么？魏承宽在一边傻了，他娘不喜欢他，也就不喜欢方和，对方和从来都是没有好脸的。去盛饭，魏家还没到要喝粥吃糠的地步，就算喝粥吃糠，也不应该是孕妇和小孩。听到这话，方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今天是二儿子魏承佑回来的日子，院子里方和在洗衣服，灵儿也在帮着他娘洗。现在这个天气，早上还是挺冷的。看着灵儿那双冻得通红的小手，雨桐心里不忍。阿奶，你醒了。灵儿看到雨桐，怯怯地打了声招呼。虽然这几天阿奶对她很好，但以前积累下来的恐惧还是有。她只希望阿奶能一直对她和娘好。方和也赶紧走过来，娘，给您热着馒头和粥，我去拿出来。方和一边说，一边偷偷打量着婆婆，看眼里是否有嫌弃。这2天婆婆对她不错，都没有骂过她。雨桐看着洗了一半的衣服和干净整洁的院子，这些都是大儿媳一大早起来做的。灵儿吃鸡蛋了吗？吃了。方鹤赶紧回答，本来以为婆婆只是随口说说，但这2天的关心不像作假。灵儿要吃，你也要吃，没了鸡蛋就去买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阿奶，我洗好衣裳了。小灵儿走了过来，看着眼前这个小小人儿，这亮晶晶又怯生生的大眼睛，雨桐心里一软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，以后这些活儿不用你做。灵儿可以做，灵儿能做好。小灵儿一脸着急的看着雨桐。阿奶，灵儿不辛苦，娘要生小弟弟了，娘的事灵儿都可以做。以后灵儿的事，阿奶做。小灵儿眨眨眼，流出了眼泪，一下抱住了雨桐的脖子。阿奶，你不要再变回去了，好不好？灵儿喜欢现在的阿奶。好，阿奶不变回去，阿奶变成疼灵儿的好阿奶，好不好？灵儿擦去眼泪。那咱们拉勾勾。午饭时，雨桐想着要减肥，就只吃了一点，然后放下了筷子。娘，您怎么只吃这么一点饭？是方和又惹你生气了吗？方和在一旁身子一僵，忙偷偷瞧了眼婆婆的脸色。雨桐冷眼看着这个长相还算憨厚的大儿子，一直盯着他，不发一言，直到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狼狈，才收回视线。方和很好，做的饭菜也很好吃，你喜欢吃就多吃点。对了，下午别去地里，和我一起去接你2弟3弟。虽然知道今天3儿子不会回来，但他话要这么说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衣物自己会洗，后园地里那些活我来做。方和魏承宽2人的表情，像是听到了什么骇人的话。娘，媳妇儿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你别多想，再1个月你就要生了，多多休息。阿奶，您从没有干过活，后院地里的活您做不了。被一个3岁的孩子这么说，雨桐老脸一红。灵儿如今也没那么怕阿奶了。阿奶放心，灵儿会帮你的。谢谢灵儿。晌午过后，雨桐和魏承宽一起走到了小树林附近，他也不进去，主角都没来，现在进去也没用，和魏承宽找了个不起眼的地方休息。魏承宽觉得娘这个表情不像是接儿子，倒像是来寻仇的。过了一会，一名16、17岁的少女从前面走来，少女长得挺好看，身材也是玲珑有致，在这乡下地方确实是个很不错的美人了。方杏儿来这里做什么？你管她来做什么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接你2弟3弟去。那方杏来到一处溪水边，左右看了看，默默想了一会儿，脸色变得通红。没办法，谁让魏家那老婆子狗眼看人低。躲在一旁的雨桐嘴角抽了抽。魏家老婆子，我才35岁而已，原以为那天认媒婆就这么走了，这出戏就不会出现了。显然这姑娘对原主很了解啊，知道会被拒绝，就先来这一出。只见方杏把自己的衣服弄湿，然后朝着对面跑了出去，一声娇呼声传来，哎呀！接着又是一个男人的惊呼声，像是碰撞上了。男人的声音很熟悉，魏承宽一听就知道是2弟魏承启，他也不是笨蛋，一下就猜出了方杏的用意，神情瞬间变得不可思议，理智告诉他应该去阻止，脚步却怎么也迈不出去。要是2弟在这里失了名声的话，看了看身边的娘一眼，他知道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。雨桐其实在等着魏承宽开口去阻止的，但他没有，心里无比的失望。不远处，方杏娇滴滴的声音传来，承启哥，我这样没法出去见人，你能不能先回家，让魏大娘去我家帮我拿件干净的衣裳来啊？也好，我这里还有套干净的衣衫，要不你先换上。魏承启的声音里透露着紧张。谢谢承启哥哥，我先找个隐秘的地方。承启哥哥能不能陪我一起去换衣裳？我害怕。好。听着2人的脚步声朝着林子深处走去，雨桐被气得不轻。害怕？光天化日，不过就是一个小小树林，还有野兽不成？直接把衣裳丢过去就行。我现在不去阻止，我要在他们即将干柴烈火的时候直接杀出去，让他们尴尬死。哼！跟在后面的魏承宽不明白娘怎么还不去阻止，这不是他最宝贝的儿子吗？魏承启本就是个白面书生，身形修长，长得秀气，要不然后来也不会被相爷看中。
此刻他背对着大树，听着后面传来窸窣的唤衣声，脸色通红，想起了私塾里同窗们私下讲的女子媒体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就在他满脑子遐想时，一道娇呼声传来：“有蛇！”别怕，有我在。魏承启心中一急，转身就想去救美人，刚回头就看到了几步之外冷笑的母亲。雨桐狠狠盯了眼这个已经被欲火焚身的二儿子，一步步走向那百年老树的身后。只见方信上半身几乎光着，拿衣裳挡在胸前，那白皙圆滑的肩头，紧致的腰身，16岁的少女整个人都散发着诱人的清香，红着脸娇滴滴的低着头。喂，魏大娘。雨桐将小姑娘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。小小年纪玩这么刺激，这身材还挺凹凸有致。这个女人上县城去找儿子，却没想到儿子居然成了小偷。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再次被满门抄斩，她的极品儿子改造计划还得继续进行。当场抓了个现行的方信，吓得脸色苍白，急急忙忙的开始穿衣服，脸上羞愤交加，都快哭出来了。雨桐不想说小姑娘什么，走到魏承启身边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娘，魏承启脸皮厚，知道娘最疼他。幸好您来了，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哼，不知道怎么办？我要是不出来，你都已经办了吧？娘，魏承启笑嘻嘻的，儿子不是这样的人。不是这样的人，魏承启，当你见到方信儿身体都湿了以后，你不懂避嫌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是他的谁啊？你读了那么多书，你倒是告诉我，哪本书里有写让你这样去帮助一个姑娘家的？魏承启脸色一白，这些娘都看见了。方信儿都说了，让你先回家里找我，去他家拿衣裳，要不是你色迷心窍，就不会变成这样。雨桐没给他留一点脸面，这方信儿的心思深得很呐，就算出事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。毕竟他说了让你去他家拿衣裳的，你细品。魏承启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从小到大他娘都没这么说过他。方信儿从树后走出来，喂，魏大娘。方姑娘。雨桐没有看他一眼。姑娘家要学会爱惜自己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都要知道自重2个字怎么写。承启日后前途无限好，迟早要离开这里，不是你该惦记的。你这一惦记，把魏家几条命都给搭进去了。方信羞愤交加，被雨桐几句话气得全身颤抖，委屈地看向魏承启。承启哥哥。魏承启别过脸，方信是让人心动，但娘说的对，他日后前途无限好，怎么可能选这样的姑娘？方才他真是糊涂了。雨桐让大哥魏承宽告诉魏承启他们方才看到的事情，从方信到溪水边故意打湿衣服，到后面发生的一切，魏承启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居然被这样一个女人给算计了。方信哪里知道自己做的事居然被看了个透，没有脸再待下去，转身呜咽着跑了。三人转身回家，大哥，帮我拿下包袱吧。路边放着一个并不大的包袱，平时他的换洗衣服都是拿回来给大嫂洗。魏承宽心里不乐意，可也不懂得拒绝，正要伸手去拿。这么个东西而已，自己不会拿吗？你哥每天都要下地干活，养一大家子人，已经够累了。娘，您说什么？魏承宽也一脸不可思议，娘居然心疼他。还要我再说第2遍吗？他是你哥，不是跑腿的，以后这种小事情自己做。娘，您今天怎么了？我每天读书有多累，又走了这么长的路。读书累，下地劳作就不累吗？你等会和你大哥一起去田里试试。魏承启不敢置信地看着雨桐，雨桐已经往前走了，他今天要是不立个威，以后都没法管了。回到家，刚到院子里，魏承启将包袱往方河那边一丢。大嫂，这是你今天要洗的衣裳。语气仿佛在对待一个下人，这一副理所当然、一气指使的模样，让雨桐刚压下的怒火又蹭地上来了。魏承启，你大嫂即将临盆，你好意思让她给你洗衣裳？又不用怎么洗，也不脏，揉几下就行。魏承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既然揉几下就行，你来揉吧。方和，你去歇着，承启的衣裳让他自个儿洗。小灵儿看着阿奶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她好喜欢现在的阿奶。魏承启还想蹦跶，被雨桐几句话给挡了回去，甚至让他一会跟着大哥去田里干活。自己该做的事你自己做完，别指望到别人身上。他们是你大哥大嫂，是你的亲人，不是下人，愣着做什么？去洗啊！晚饭时，大家都各怀心思，大嫂方和一直偷偷打量着雨桐，魏承启则是臭着一张脸，特别是看到大嫂和侄女的碗里的白米饭时，更是惊讶，觉得家里有些事情好像不一样了。2日后，魏承启准备启程前往私塾，这次雨桐打算和他一起去，好找回在王家当书童的3儿子魏承佑。到了县城的私塾门口，雨桐亲切地同魏承启道别。虽说不是原主，可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了，该好的时候也得装一装。转身朝着记忆中王家的位置走，盐城很大，一大早的街道已经开始热闹起来。雨桐一边打量一边走，转身进了一条小弄堂，想着抄近路去王家。没走几步，就见到一小子急匆匆的从对面朝他这里跑。抓小偷！抓小偷！雨桐下意识的就要去挡，小偷一个转弯，朝着旁边跑了过去，顺便看了他一眼。这一眼把2人都吓了一跳。承佑，没想到居然会是原主的3儿子。魏承佑一看是他娘，暗叫不好，都怪那王家公子。
非要打什么赌？来不及向娘解释，他瞬间跑了个没影。小偷呢？有没有看到小偷？一个15、16岁的富家公子气急败坏地问向雨桐，雨桐朝着反方向一指，小偷没见着，不过一个少年往这边跑了。几人赶忙追了过去，带他们跑远。雨桐深呼了好几口气，然后朝着魏承佑消失的方向走去，转了个弯，果然看见那个逆子在等着他。呵呵，娘，您怎么来了？魏承佑看到他娘那双阴沉的目光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娘，才半个月不见，您怎么变漂亮了？雨桐阴沉一笑，哼，偷东西？娘，是王公子叫我偷的。王公子说了，只要我偷了金公子的银袋，就给我加月银。他让你吃自个的屎加月银，你吃吗？魏承佑想到自己吃屎的样子，忍不住干呕了一下。这边没人，他肯定在那边。不远处传来追赶者的声音，雨桐狠狠瞪了魏承佑一眼。赶紧跑，等我到了王家，你要是还没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魏承佑也不敢耽误，快速的逃走了。喂，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少年朝这边跑过来？雨桐再次指向刚才的方向。不是跟你说了朝那边跑了吗？公子，看来那小子的脚力很好，让他给跑了。千防万防，还是被偷了，气死我了！就这么败给了王浩。富家公子一边说一边打着几个吓人的头。你们这群废物，莲花阁的花魁今晚又包不了了。那富家公子骂骂咧咧的离开。雨桐一脸黑线。莲花阁花魁，上一世魏承佑就是在莲花阁被玩废的，亏得他发育的晚，不然他都来不及救他。这么一折腾，到王家已经近中午了。雨桐敲开王家后院的门，一名老婆子开了门。你不是那陪读小子的娘吗？是崔妈妈吗？您记性可真好。被夸了的崔妈妈一脸高兴。你也好啊，见过一面，把我这个老婆子记住了。今天是来看你儿子吗？是啊，他都大半个月没回家了，就来看看。很认真的在念书呢。崔妈妈领着雨桐进入，穿过朗亭，走进一个小院，指着不远处的一间屋子。我家小公子和你儿子就在里面念书，不过小公子不喜欢有人打扰，里面除了夫子就是几个小厮，你在这儿等着就行。好的。哼，我就说怎么王家的人也不管管，感情是打着学习需要安静的幌子，私底下却做尽了荒唐事。此刻他不禁庆幸，还好只有3个儿子，要是再来几个，他就学不会与世界温柔相处了。你是谁？这女人被他的项目报复，居然在洞房花烛的那天晚上，随便找了一个乞丐假装自己洞房，甚至每隔一段时间，他都换不同的人进去。女人得知真相后疯了，从京城的城楼一跃而下。雨桐的脑海里突然闪过这段画面，让他呆在了当场。你好生无礼，我们家小姐在问你话呢，你怎么不回答？这一声呵斥让雨桐回过神，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女孩，她反应过来，这不就是后来嫁给他3儿子那个姑娘，王公子王浩的妹妹王熙月吗？当初老三魏承佑被废，对王浩怀恨在心，二哥中了状元，在成了相国的女婿后，觉得身份地位相当的魏承佑，便主动提出迎娶王熙月，目的就是为了报复王浩，让他成了废人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雨桐转身看到儿子和一名15、16岁的少年走了出来，这人就是王公子，长得斯斯文文，笑起来也是阳光开朗的模样，怎么也看不出来私底下居然荒唐至极。魏大娘好。王浩很是礼貌地打了招呼。原来你是承佑哥哥的娘啊！王熙月走到王浩身边，哥，你不是说陪我去买糖葫芦吗？快走吧。好。王浩对这个妹妹是极为疼爱的，从小到大有求必应，不然魏承佑也不会为了报复王浩而娶了王熙月。王浩别有深意地看了魏承佑一眼，然后转身和妹妹离开。魏承佑迅速地眨了眨眼睛，雨桐冷笑看着，晚上和莲花阁的花魁有约吗？是啊，娘，你到底找我什么？看着雨桐的脸色变了，魏承佑反应过来，差点说漏嘴了，马上解释。娘，不是我要去的，是王公子非得拉着我去，我是他的陪读，没办法呀。我这次是来带你回家的。雨桐不想多说，魏承佑已经做了1年的陪读，本身性子就没养好，这1年下来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。他现在就是要先把人带走，避免后患。家里出事了吗？魏承佑想着要是回去就不能去莲花阁了，一脸的不乐意。没有，我没打算让你再做陪读了。魏承佑脸色一变，带我去见王家老爷吧。为什么不让我做陪读？娘，今天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管不了你了，是吗？看见雨桐发火，魏承佑不敢再说了，逼着魏承佑带着雨桐去见了王家老爷。听到不再让魏承佑做伴读，王老爷很是可惜，甚至愿意加月银。旁边的魏承佑想到这1年来的吃喝玩乐，他也不想回去。娘，在这儿儿子能学到很多的东西，王老爷和王公子对儿子也很好，儿子想读书。雨桐忍住想揍他的冲动，找借口说家里大儿媳即将临盆，田地无人照料，坚持要带走魏承佑。考虑到雨桐家里马上快要科考的魏承启，王老爷多给了半年的月银，想着日后要是魏家的2儿子榜上有名，王家也算卖了个好。一直到门口，魏承佑还闹着不想走，甚至将包裹砸在雨桐身上。哼！
露出了愤恨的神情。雨桐看着他的眼神凝了凝眉，没想到这1年的时间，已经让魏成佑变成了这样。印象中1年前的三儿子还是很听话的。去官府吧。去官府做什么？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断绝母子关系，二是改姓。魏成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娘。魏小公子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一名王家的小厮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公子一直在等你呢。魏小公子，呵呵，混得确实不错。雨桐看着魏成佑在这一声称呼后挺直了身形，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，就知道这小子虚荣心爆棚了。魏大娘还在啊，公子在茶楼喝茶，让魏小公子早点过去。莲花阁改成了茶楼。麻烦告诉王公子，成佑已经不再是他的伴读了。小厮愣了下，娘，您就让我去吧，就当是最后一次。只要去了莲花阁，王浩出手爽气，回家前还能捞一笔。除了刚才的那2个选择，还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马上跟我回家。看着雨桐的神情，最终魏成佑还是跟着走出了城门。不管是断绝母子关系还是改姓，都是大逆不道之举，他还做不出来。路边的茶馆，雨桐2母子坐下来休息。魏成佑一脸的不高兴。雨桐看着魏成佑，想着避免了二儿子魏成启的事情，至少满门抄斩这一关算是过了。至于其他的事，能纠正就纠正，不能纠正他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，管不了那么多。娘，您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魏成佑觉得娘看自己的眼光让他心里毛毛的，细想这一路来，娘都是怪怪的。你是我娘吗？都不顺着他了。雨桐早有准备。前几天你爹托梦给我了，说你学坏了，让我来看看。我一来就撞到你在偷东西。我问你，王公子和那位打赌的公子关系如何？不好。王公子让你去偷东西。魏成佑，你可曾想过，如果当场被抓的话，轻则打1顿，重则将你抓进官府。如果你进去了，你那王公子可会救你？当然会救我，这种事。魏成佑声音一顿，后背惊出了一层冷汗。依那公子与王公子的恩怨，完全有可能把他抓进官府。真如此的话，王公子会救他吗？就算救了他，他一生怕都会有污点。雨桐看着魏成佑的表情，应该是想到了这些利害关系。天色擦黑，2人才到家。一路上魏成佑都板着脸，想起自己回家就过不上锦衣玉食的日子了，又开始埋怨起来。阿奶，小灵儿看到雨桐回家，高兴地跑过来，可看到身旁的魏成佑，瞬间害怕地停下了脚步。小叔，魏成佑嫌弃了看一眼穿着补丁衣服的几人，转身进了自己屋里。一会儿，一道愤怒的声音朝着方和传来：屋子都没收拾，你让我晚上怎么睡？我不知道你要回来，我马上收拾。方和吓得赶紧想进去收拾，雨桐拦住方和，顺手抄起旁边的一根棍子，朝着魏成佑走过去。娘，你做什么？魏成佑不觉得娘要打他，就是吓了一跳。雨桐一句话不说，直接敲了下去。你打我做什么？魏承宽和方和也在旁边傻了眼。我忍了你一路了，她是你大嫂，要是没我这个娘在，长嫂如母，你听过吧？娘，你疯了！你大嫂有欠你什么吗？让你这么横眉冷对的，以前我没好好管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是管不好你，就直接弃了你。有没有想过再找个男人过日子啊？有个男人帮着你总是好的。再者，你这么年轻，长夜漫漫啊。娘，你看，阿奶给了我好多银子。方和吓了一跳，看着灵儿手里足足2两银子之多。阿奶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？阿奶说，小叔不听话，她都气得忘了给我买糖，这是买糖的钱，让灵儿自己藏着。娘，给你。买糖哪里用得着2两啊？婆母一向把钱看得紧。灵儿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雨桐走进灶房，看着大儿媳和孙女身上那补了又补的衣衫。明天去镇上给自己和程宽、灵儿做2套新衣裳、新鞋子，再给自己买几朵珠花。要不是今天三儿子看他们那嫌弃的眼神，他都没有注意到。方和瞬间湿了眼眶。谢谢你啊。看着方和，雨桐不由叹息，原主那个恶毒婆婆，这么好的儿媳妇都不知道好好珍惜。这些年你操持着一家子的事，辛苦你了。说完就转身离开，免得大儿媳又掉眼泪，看着也难受。刚走出院子，三儿子魏成佑就站在那里等他。娘，你真要让我跟大哥一起下田吗？雨桐想了想以前原主和三儿子的相处方式，换上一脸慈爱的表情。你已经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下田？那只是叫你回来的一个借口，我会另找镇上的私塾。娘，镇上的私塾哪比得上王员外家的？是比不上。你今天让我很失望，如果不是梦到你爹说你学坏了，我又正好去了趟县里，不然哪里知道我疼在心窝子里的小儿子竟会这般不争气。娘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人可以穷，但志不能穷。雨桐这话说得非常坚定。余光扫到柴房里的一抹衣角，知道大儿子在那里偷听。还有，对你大哥一家子好些，娘心里一直愧对着你大哥，没让他好好读书，也没让他去学一门手艺。日后你和程启有出息了，最不能忘的就是一直支撑着这个家的大哥。魏晨又点点头，当初他也是喜欢大哥的，要不是二哥对大哥的态度不好，再加上娘也不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对大哥不好。和三儿子谈心结束后，雨桐回到屋里，得想想赚银子的方法呀。每年只等朝廷的恩赐下来，怕是不行的。等大儿媳生了孩子，就想想有什么赚钱之道。
第二天一早，魏成又满脸不情愿地跟着大哥去了田地，雨桐则是提着一篮子鸡蛋去了族长家。虽然把三儿子接了回来，雨桐也不想耽误他念书的事，便想着去找族长问问哪个学堂比较靠谱。到了族长家，说明了来意后，族长满脸疑惑：王家不好吗？不瞒族长，我担心城又在县城学坏了，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些陋习，我不想城又学回来。雨桐讲的隐晦，但族长倒是从他忧心的神情中猜出了几分。切，我知道了，我去问问。给孩子找学堂这种事，确实马虎不得，特别是你家成佑那般聪明。谢谢族长。雨桐想起上一世，魏成佑到死都没有考上秀才，也不知道是没考运还是不努力。程宽他娘来了，吃早饭没？族长婆娘宁氏从外面回来，吃过了，大嫂子。程宽他娘，你过来，大嫂子有话跟你说。宁氏一脸神秘的模样，雨桐走过去。程宽他娘，程宽他爹去世也有3年多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男人过日子啊？宁氏笑眯眯地看着雨桐，雨桐嘴角一抽，他这个年纪又有3个儿子，就算要找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没有想过。那就想一想啊，我给你介绍的这个男人啊，才只有40出头，婆娘死得早，留下2个闺女都出嫁了，家里还有许多的田地，人也勤快。这40出头的人模样，就相当于现代60、70岁的模样。古人早衰严重，原主当初要不是嫁给秀才，一直被疼爱着没有遭罪，不然哪能保养得这么好？看上去比一般35岁的都小了不少。大嫂子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嫁人，这个世上我再也遇不到像程宽他爹对我这么好的人了。程宽他娘，你还年轻，我心里忘不了他，这辈子也忘不了。大嫂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以后就别再提了。雨桐一脸难过，不提，都怪我，又让你想起伤心事了。宁氏满心愧疚，没想到程宽他娘这般重感情。我只是觉得你没什么娘家人，家里只有程宽一人是有力气的，程启和程佑肩不能提手不能挑的，书读出去后也不会在村子里待着，有个男人帮着你总是好的。再者，你这么年轻，长夜漫漫啊。听到这话，雨桐嘴角更抽了，让他对着一个老男人，他宁可长夜漫漫。离开族长家，雨桐叹了口气，没想到这说媒不管到哪个年代，都是大家最喜欢干的事。但是说起娘家人，雨桐忽然想到，他还有一弟一妹，只是不来往而已，这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。记忆中，原主的父母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对他也挺好，但原主有个姨娘，看原主却是怎么都不喜欢。奇就奇怪在这儿，那姨娘对谁都好，就是对原主不好。后来原主的父母生病去世，那姨娘又出钱又出力的把人给安葬了，随后就把他的弟弟妹妹接去了越城，那可是越国的都城，据说是在大户人家做婆子。接走他弟弟妹妹后，没过几年就给他们找了好人家成了亲，据说日子过得很不错。本来刚开始的几年分开后，他们偶尔还有书信往来，可没写几次后就再也没有了联系。已经10多年过去了，再无音讯。雨桐不仅奇怪，这原主也没有得罪过那姨娘，甚至还一度讨好过她，为什么她就那么讨厌原主呢？想着这些，雨桐回到了自己家，刚进院子就看见小灵儿在洗衣裳。这个时候方和应该去镇上，才3岁而已，洗碗烧饭洗衣都会做，那双小手还没有她手掌的一半大，小小的身板使劲的揉搓着。阿奶，灵儿看到了门口的雨桐，您回来了。雨桐蹲到灵儿身旁帮着洗衣裳。阿奶，我行的，灵儿力气可大了。一边说一边示范怎么搓衣服。灵儿真可爱，为灵儿小脸一红。这是阿奶第一次夸灵儿可爱，阿奶以后常这么夸灵儿，好不好？好。为灵儿点点头。方和买了东西回来，刚到门口就看到了祖孙俩其乐融融的情景，发了好一会的呆。这几天婆母对他们母女的好，让他觉得不像真的，又希望这样的日子能久一点。阿奶，您能一直留下吗？小灵儿突然流露出不安的神情，雨桐愣了愣。灵儿不想要以前的阿奶回来。灵儿看着雨桐，就算上次和阿奶拉勾勾了，她也好担心这个阿奶会突然不见。雨桐摸了摸灵儿的头，只要阿奶在一天，就会护着灵儿和灵儿娘一天，好不好？这看着老实巴交的老太婆，竟然为了女儿上位去逼婚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当秀才媳妇。当初方宪在小树林里勾搭3儿子，被雨桐给阻止了，现在不死心的又找上了门，还说如果不如意，他们就去报官，要断了秀才的科举之路。娘，让我回王家吧，我一定不再做出丢脸的事来。居然还念着王家，你是不是和王公子合着一起私下里做了什么坏事？我没有。回答得太快，而且神情透着慌张。哼，还记得我给你的2个选择吗？程佑，娘说的那话不是开玩笑的。娘不管你做过什么事，娘不会问，也不会追究，只要你叫我娘一天，王家就不会再让你去。你要去可以，除非不做我儿子。雨桐知道他们3兄弟对母亲还是很孝顺的，要是实在教不好，就把关系撇清楚，以后出事了别把自己牵扯上。魏成佑心里不服气，也不敢再说什么，母子2人不欢而散。一大早，族长找了过来。程宽他娘，族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吃早饭了吗？要不在我家吃点？吃了，不用忙，我给你大帖好了。隔壁镇上有家私塾还不错，夫子是10多年前的老秀才，经验有，教得好，
1个月5两银子包吃住。族长对于家族子弟的未来是极为关心的，打听的也比较仔细。听说去年那老秀才教的弟子中有2人考了秀才，算很不错的了。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好，谢谢族长，我下午就去看看。有什么好谢的？你家孩子有出息，咱们村子也有光啊！族长笑呵呵地说着走了。雨桐转身，魏成佑站在身后，拉长着脸。脸色给谁看呢？我还郁闷呢，自己逼着他换地方读书，也不见得能读好。我也不想操这份心，可王家实在是不能待了，再待下去可是要做太监的啊！娘为什么看我的眼神突然变得怜悯了？娘，我下田去了。魏成宽吃完早饭，打了声招呼就去拿锄头。此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，还是那个配方，还是那个味道。魏家嫂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任媒婆灿烂的笑容在对上雨桐不悦的表情时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哎呦，上回来不高兴，怎么这次来又不高兴呢？总不能2次都跑空吧？又路过。雨桐皮笑肉不笑的开口。哈哈，不是，是特意过来的。瞧您说的，您也知道我是干哪行的呀？是给我家老二说媒吗？哪家姑娘？雨桐算是明白了，这方信儿没打算放弃。任媒婆一听这么直接，笑开了花。就是村委方家姑娘，魏家嫂子肯定也认识的，叫方杏儿，今年16了，她可是东王村的村花。方家这家配不上我二哥。雨桐还没开口回绝，魏成佑先忍不住了。这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啊，你不知道，那模样可水灵着呢，皮肤吹弹可破，那眼神哟，以色示人，长久不了。魏成佑在旁边也是一惊，他娘居然连以色示人这话也懂。爹以前说娘读书识字，他还不信呢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这男人哪个不喜欢漂亮姑娘啊？是吧？那姑娘不止漂亮，也是生活的一把好手，是个会过日子的人。任媒婆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家老二的目光不在镇上，也不在县城里，他有他的志向。那是，这次科考您家的二公子要是能榜上有名，那就是进士大人了。任媒婆见雨桐语气坚定，知道是没门了，也不纠缠，转头把目光落在魏成佑身上。这位是3公子吧？王家小厮叫他公子，他很受用，让这任媒婆一叫，他浑身不自在。看我做什么？我才14岁。哎呦，不小了，我家隔壁那个娃14岁已经当爹了。任媒婆捂着嘴一个劲的笑。魏家嫂子啊，您家的几位公子都是顶顶好的，要不我给您家的这位小公子说个媒？雨桐将目光落在小儿子身上，若有所思。魏成佑一脸警惕，娘不会真的想着要给他说媒吧？书不好好读，又是偷东西又是逛青楼的，早点成亲也好。算了，就不去祸害那些2家小姑娘了。再说，我这个小儿子还是个孩子。哼！魏成佑脸色一黑，他最讨厌别人说他是个孩子了。什么叫祸害啊？这话说的，这么漂亮的小公子，是多少闺女都想要的。小没关系，可以先定亲嘛。任媒婆，等你的亲事做到了月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这个魏家父怎么如此心高气傲的？真以为自个儿子都是宝吗？任媒婆气得扭着老腰就走了。午饭后，雨桐看着自己有点发福的身体，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。娘，杏儿娘来了。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方县的娘比原主还要小，可看上去却是老了10岁不止。看到雨桐，略微有些拘谨，脸上还挂着一丝讨好。雨桐看到杏娘的模样，还有点意外。她以为会养出方信这样的女儿的娘，怎么也应该不是这般老实的样子。魏家嫂子，我家杏跟我说了小树林的事情，我知道他这样做不对，可他从小就喜欢你家的程启，你看能不能成了2人的好事？魏成佑疑惑地走到雨桐身旁，看着他们。杏儿娘，咱们进院子里说吧。不，就在这里说。这种事关乎于你女儿的清誉，你就不怕被人听到吗？那也是你家老二毁了我女儿的清誉，他该负责。杏儿娘一边说一边偷偷朝旁边瞄。哼，我居然会觉得这人老实。雨桐心里刚有的些许好感，瞬间荡然无存。雨桐打开大门。魏大娘，那天在小树林，我已经说得清楚明白了。魏大娘自然不会在乎我的名声，难道也不在乎程启哥的名声吗？如果我跟村里人说那天……打住，我不乐意听。这样吧，我不反对你跟程启成亲。方杏眼底露出一丝得逞的得意，只要他同意。魏大娘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，我说到做到。现代精英女穿越到古代寡妇身上，还有3个极品儿子。大儿子只会打骂欺女，最后为了几两碎银把女儿卖了。2儿子考上状元，娶了相国女儿，却和旧情人纠缠不清，得意忘形。3儿子跟着大户王家公子，被暗算成罪人，从此没了人性，坏事做尽丧尽天良。一家人在8年后被满门抄斩，这天崩开局该如何化解？3个儿子是否还能扭转回来？
方信听到雨桐的话，高兴地和自己的娘抱在一起。雨桐心里暗自摇头，上一世魏承启和方信是有一腿，可直到他成状元，也没有娶方信，而是直接甩了对方，去娶了相国的女儿。所以他很清楚，魏承启绝对不会娶她。我这就去找承启哥。你这样去找他，会影响他读书，被人看到了也不好。等他回来，你当着他的面问他。好，我等承启哥回来。方信母女俩高兴的一直在笑，激动的模样让雨桐心里一叹。人往高处走，并没有什么错，只是这样得来的东西，又能有多长久？母女二人离开后，雨桐便和魏承佑一起动身前往镇上私塾。娘，二哥和这方信儿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边走边说吧。雨桐告诉了魏承佑魏承启的事，他也没打算瞒着，至少让他知道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方信儿也太不要脸了，竟然这样算计我二哥。呵，说的好像你二哥要脸似的。娘，二哥看不上方信儿，您那样说，最后他们要还是不依不饶怎么办？做事都要有个果程，既然方信儿认定你二哥会娶她，那就先让他试试，不是他不死心，还会认为是他从中作梗。随着离镇上越来越近，魏承佑从刚开始的兴趣盎然，到现在变得无精打采，明显对于私塾的事他不感兴趣。想不想听个故事？有个叫齐国的小国，一个很有名的学士叫淳于髡，国君让他举荐贤能之士，没想到1天之内他就举荐了7位贤才。国君问他，人才很难得的，怎么你能在1天之内就找到了7位呢？是呀，为什么？淳于髡说，同类的鸟总是栖息聚集在一起，同类的野兽也总是行走生活在一起。我淳于髡向来与贤士为伍，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德行高尚才智非凡的人，所以让我举荐贤士，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简单。娘，您给我讲这个故事做什么？这是我不让你去王家的理由。娘不想你与那些品行不好的人做朋友，但娘也不知道隔壁镇上的私塾会如何，交朋友好坏全靠你自己去筛选，选好了，你就会跟淳于髡一样，身边都是好人；选得不好，人生将会很糟糕。看着娘看自己的眼神，魏承佑突然觉得他和自己像是朋友一样，忍不住开口：娘，好坏我自个心里知道，我只是不喜欢读书。不喜欢读书？在原主的记忆里，这个儿子还是挺喜欢读书的呀。你不喜欢读书，那你喜欢什么？学手艺吗？倒也不是不行。娘，您不生气？不生气，只是有点惊讶。记忆中，这个小儿子从未说过不想读书这话，相反，还立志说要做官呢，学门手艺也不错。这么好说话。魏承佑上下打量着雨桐，您真的是我娘，没有被妖怪附身。说完，顿时感觉周围都凉飕飕的。你还是继续读书吧。娘，魏承佑一把跪倒。你干什么？娘，我不喜欢读书，我也不喜欢学手艺，我想做生意，想跟着王老爷学做生意。士农工商，商人在这个时代是最末的，是鄙视链的最底端。原主那时候就最瞧不起商人，然而一边瞧不起，一边把自己儿子送去给商人儿子陪读，真是矛盾。你不想读书，想做生意，早前不说是担心我骂你吗？魏承佑点点头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找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教你做生意。看自己的娘并没有生气，魏承佑趁机提出要求。娘，我跟着王老爷学做生意就行。不行，王家公子这样的人还是少接触为好。开什么玩笑，好不容易扭转了他辈分的命运。娘，您方才的故事我听进去了，王家公子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个不喜欢读书只想学做生意的，是王老爷想让王公子读书光耀门楣才逼着他念书。哼！雨桐冷着脸，娘，真的，王公子让我去偷银袋，那个毒只不过是一个幌子，就是想黑吃黑，根本不是你想的。什么黑吃黑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魏承佑只好说出缘由。原来那富家公子家里做茶叶生意，私下却售卖私盐，被王公子发现了。他们就想黑吃黑，偷东西是为了引开那个富家公子，争取时间让王公子和那盐贩子接头。雨桐不敢置信，这两孩子胆子也太大了。沉默了一会，那也不能选择王家。为什么？娘是不信我说的吗？雨桐认真想了想魏承佑当初被废命根子的事，如果是做生意的话，难不成是小儿子和王公子闹翻？那这手段也太狠了吧！我不反对你做生意，但王家不行。娘，只要这件事成了，我的月银不仅多了，而且王公子说过让我合伙，最后这个才是魏承佑的目的。承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跟王公子一样有钱财的公子们多了去了，王公子为什么要和你一个乡下小子合伙？我这不是在他的身边吗？随叫随到也比较方便。那他每个月给你几两银子为他做事，不是更好？魏承佑没想到他娘这简单的脑子，也想到了这个，哽了一会。生意的事有很大的风险，王公子其他的朋友不肯来。真不喜欢读书，学做生意也好。
但必须脚踏实地的来。你长大了，为自己喜欢做的事去拼搏没什么错，但要知道人一旦走错了路，很难再走回来。娘不想为你一直担惊受怕着，你想清楚吧。说完这句话，雨桐转身往回走，言尽于此。如果魏承佑非要选择去当太监，那他也不会再阻止了。回到家时，方和正在教小灵儿怎么量尺寸做衣裳。纵观两世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教3岁娃娃做衣裳的。难得的是，小灵儿听得非常认真。阿娘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学裁布呀？等灵儿再长大些，能握住剪刀的时候就可以学了。等会在娘旁边先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娘，我自己的衣裳，我想自己做刺绣。好啊，那你要绣什么呢？我要在领口绣上漂亮的花儿。此时，方和发现了站在门口的雨桐，轻松的神情顿时消失。娘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程佑不想去读书，想去学做生意，去了也是白去，干脆就不去了。小树不是最喜欢读书吗？那都是为了讨我欢心。雨桐拿起旁边那的鞋子，这么厚的鞋底做起鞋得多费劲啊！有这功夫多去赚银子，再用赚的银子来买鞋子，是最为省时省力的办法。要赚钱就得做生意。魏承佑想做生意赚银子，他也想啊。阿奶，你在想什么？阿奶在想着怎么样才能让小灵儿过上好日子。阿奶，小灵儿现在已经很幸福啦。魏大娘，您别再让我走了，程启哥哥一定会同意娶我的。方姑娘，你现在还是个姑娘家，被外人看到了真不好。雨桐蹲在后院的菜园里拔草，当初说了自己的事自己做，这后院在他的伺候下已经杂草丛生了。娘，我决定回王家了。这是魏承佑一路思考后的决定。他喜欢做生意，跟着一个普通的生意人，哪里比得上跟着有成就的王老爷？娘，您骂我吧。魏承佑看着娘冷淡的样子，心里不太好受。赶紧拔草，把这里的草拔完了，你再回王家，免得我累醒。饭桌上，中午回家吃饭的魏承宽得知小弟不想读书，而是要和王公子合伙一起去做生意时，也是一脸惊讶。但他更惊讶的是娘的态度，没生气，吃饭还挺香。小弟，我觉得你已经读了那么多年的书，放弃太可惜了。所有的人把目光都落在了魏承宽身上，其实就是一句简单的话，换谁说都是正常的。魏承佑惊讶的是，大哥居然对他的事说了看法。小时候大哥倒是管他的，可每次管的时候都会被娘骂，他都看到过好几次大哥偷偷的哭。后来大哥就不再管他了，甚至连话都很少说，每次就是埋头吃饭下地干活。方和也是鼻子一酸，丈夫从来不敢忤逆婆母一点，以前被骂还会把他推出去打他。饭桌上更是不敢说话的，今天终于有点男人的样子了。看着大家的目光，魏承宽有点紧张，但在对上娘鼓励的视线时，他又有了勇气。小弟聪明，只要用心读书，肯定会像二弟一样考取功名的。说得很好，我支持老大的说法。雨桐赞许，同时确定立场给他鼓励。娘竟然支持他，魏承宽心里那个激动。大哥，我不喜欢读书，一看书我就困，我已经决定回王家了，吃完饭就走。要是以前的话，魏承佑肯定是一脸不耐烦的语气，但现在他心平气和得很，他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而且娘尊重他。拔完后院地里的草再走，这样下午他就可以轻松了。走的时候，雨桐一丝一丝还是将小儿子送到了村口。魏承佑又是高兴又是不安。娘，我走了哟。去吧，这银子你拿去还给王家老爷。娘，您没别的话跟我说？有啊，保护好自己的命根子。没有？你到底是不是我娘啊？娘的变化也太大了吧，魏承佑都不敢相信。你以为我想做你娘啊？哎，吵架容易伤感情还累，别矫情了，再不走太阳都下山了。好吧，娘，您今天讲的话我都记心里了。说完，魏承佑转身离开。14岁的少年还没有发育，比同龄人都矮小很多，这背影怎么看都是个孩子。雨桐叹了口气，他能做的就这么多，好自为之吧。少年，村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雨桐朝着自家的田地走去。魏家有好几亩地，都是大儿子魏承宽在打理，天刚亮就出门，天不黑不回来。以前农忙的时候，魏家是雇了人的，原主这个极品觉得雇了人大儿子就会偷懒，硬是把雇的人给解了。哟，这不是秀才娘吗？旁边一些正在田地里除草的村民看到雨桐，打着招呼：我来看看我大儿子。在那边。雨桐望去，找了好一会才看到魏承宽弯着身子在清理着杂草。这做娘的可真狠心，这么多田地只让魏承宽一个人担着，偏心又狠心。另外2个儿子倒是宝贝得很，就像魏承宽不是他亲生似的，可不就是对自个儿子也这般势利眼。这么多亩地，一年到头都在做，承宽这孩子太好被欺负了。轻点声，别被他听到了。已经听到了，原主确实偏心，这要换成现在，被人比猪口猪不说，还得被键盘猪。看着魏承宽一直弯腰拔草的身影，一刻也没有休息过。雨桐没有叫他，看了一会转身走了。他的心情很不好。这几天，老二魏承启和老三魏承佑都下过地，却没有一人跟他提起他们大哥辛苦的事。哎，塑料兄弟情啊，也难怪日后反目。之后的日子并没有什么变化，魏承宽还是日日下地干活，只是他身边多了2个帮忙的人。方信的爹娘，而方信儿则是在魏家帮着做事。抛开之前方信做的荒唐事不谈，雨桐还是挺欣赏他的，做事利落，手脚也快。自从上回说过那些话以后，方家这些日子时不时的救过来，这是把魏家当成亲家在走了。
魏大娘，您别再让我走了，程启哥哥一定会同意娶我的。方杏儿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以前在村子里见了面，魏成启的眼睛就没从他身上挪开过，有时候偶遇，他还会故意蹭到他呢。雨桐头痛得很，人家要是阴着来，他还能阴回去，像这种他能怎么办？方姑娘，你现在还是个姑娘家，被外人看到了真不好。方和也在一旁劝说，说完看了婆母一眼，见他没有反驳，才接着开口。再过个2天，孩子二叔就回来了，到时你再过来一趟也不迟啊。孩子二叔和方杏的事，婆母没有瞒着他们，一回来就告诉了丈夫和他。方和第一次觉得婆母是把自己当成家人了。嫂子，方杏偷偷瞧了雨桐一眼，我想让魏大娘喜欢。雨桐在看小灵儿绣花，虽然很难看，但是形状还是有的。等事情有了结果后，你再讨好我也不迟，这几天都等不了吗？魏大娘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到底哪里让您不喜欢？我改。动不动就哭这点，他就最不喜欢，搞得好像欺负了他似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切都等程启回来了再说，回家去吧。方杏神情又羞又愤，我一个姑娘家都放下身段来帮忙，魏家人还3番4次这么说，这家人到底有没有心的？真以为我那么好欺负吗？等我嫁进来，我绝对让你们好看。哼！娘，要是孩子二叔不同意这婚事，杏儿爹娘又闹起来怎么办？到时再看吧。这时代对女子什么时候和颜悦色过？方杏要是狠一点，小树林里当天就该闹得满村子都知道，就该跟泼妇一般拉着族长到魏家闹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再说起来能有什么用？最为不利的还是他方杏自己。阿奶，灵儿绣的花好看吗？小灵儿将自己绣的花给雨桐看，好看，就跟真花一样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阿奶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了？灵儿喜欢做绣活吗？喜欢。方和看着那实在没法看的花，哭笑不得。不过婆母这般夸奖灵儿，眼里脸上都是疼爱，他还是很感动的。灵儿总悄悄跟他说喜欢现在的阿奶，他又何尝不是呢？大儿媳妇，我记得征商有间红绣坊吧？是，那里招学徒时几岁来着？方和想了想，我上回去镇上买菜，看到最小的那孩子跟灵儿差不多大。亲，改天我去红绣坊瞅一瞅，要是灵儿真喜欢的话，就让她去学刺绣。哎呦，怎么了？雨桐赶紧扶着他。我没事，婆婆，您真的要让灵儿去学刺绣吗？只要灵儿喜欢，就去学。家里还有一些银子，入秋后收了粮食也能赚钱。老二的秀才赏赐也快到了，给灵儿报个班没有压力的。灵儿，快跪下谢谢阿奶。方和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。穷苦人家的刺绣都是普通不过的生活技能，跟绣娘没法比。有了一技之长，灵儿的将来就不会像她这么苦。晚上吃饭时，魏成宽知道娘要将女儿送去学刺绣，惊讶的筷子都掉了。方和在旁边紧张的不行，生怕丈夫为了讨好婆母而拒绝。没想到丈夫只是捡起筷子然后默默吃饭，她松了口气。对了，成宽，以后方家二老再过来帮忙的话，拒绝的很一些。知道了，娘。还有，你去联系一下以前雇过的短工，价格合适的话，叫3个来。魏成宽手中的筷子再次掉了下去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母亲，一个大男人突然红了眼眶。天哪，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是谁家的孙女啊？是您的孙女啊。娘，灵儿什么时候可以穿新衣裳呀？等天热就可以穿了。上次雨桐给方和银子，让他去给自己和魏成宽、小灵儿添置几件新衣裳，结果方和没舍得买成品，就买了几匹布回来自己做。大儿媳妇手巧，深色的布匹被她配上浅色的拼接在一起，看上去竟然很不错。小灵儿和魏成宽在试穿着新衣裳，舍不得脱下来。阿奶，您瞧我的新衣裳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灵儿呢？今天那3位短工就会过来，以后他们的账你来结。说完，雨桐递了个钱袋给方和，方和颇为忐忑的接过，见婆母笑得很是温和的模样，打开钱袋一看，倒吸口气，有5两。这可是一家人3个月的伙食费啊！魏成宽也是一脸的惊呆。短工的钱和这段时间的伙食费都在这里了，你自己看着支配，想买什么就买。雨桐原本是打算等方和生完孩子，月子结束后再交给他的，但想到上一世他自尽的事，还是早点交给他吧，让他对生活怀着希望。谢谢娘，我一定不会乱花钱的。婆母向来算得精明，以前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他，现在一下子给了5两，方和心里是既慌乱又感动。我相信你，等我有了赚钱的门道，这个家迟早是要交到方和手上的。待会我带灵儿去镇上的红绣坊，你身子不便，就在家里休息。好的，好的。别愣着了，赶紧干活去吧。雨桐催了催望着自己发呆的大儿子，魏成宽转身往外走。5两啊，娘就这么给了妻子管。他现在终于相信，娘这些日子对他的好是真的。娘最看重银子，连银子都能交出来，娘是真的变了。祖孙俩一路高高兴兴地前往镇上，快到镇子门口，雨桐蹲下给灵儿整理整理头发，又把鞋子上的泥擦了擦，然后摸了摸小灵儿的脸。这叫门面，待会奶再带你去买件漂亮衣裳。阿奶，那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银子啊？小灵儿有点纠结，她不想阿奶为她花很多银子，可她也想穿新衣裳。
银子虽然很重要，但灵儿学绣活的事比银子更重要，所以花的值得。两人进了一间成衣铺，走出来时，不仅身上的衣裳换了，连脚上的鞋子也是新的。天哪，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是谁家的孙女啊？是您的孙女啊！洪秀芳在第二大街的中央站了3间门面，里面有几位绣女正在绣着东西，工人挑选样式，甚至还可以指定绣娘。另外一间挂满了绣样与布料，最旁边一间则是时下最为流行的成衣样式。雨桐刚进铺子，一个女管事就迎了上来。这位大娘是来选绣样的吗？我找你们掌柜。不知找我们掌柜的有什么事？女管事一边说一边打量着雨桐和小灵儿的穿着。小灵儿原本就可爱，打扮起来更是招人喜欢。这段日子雨桐对她的疼爱让她也没有了之前的怯懦。至于雨桐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现代的审美和气质让人眼前一亮。听说洪秀芳在招学徒，我便带了我孙女过来。请跟我来。一听是来学绣活的，女管事热情了许多，能学得起绣活的人家可不多呀。洪秀芳的掌柜看起来和雨桐差不多年纪，眉目温婉，大方得体。雨桐道明了来意后，他便打量起小灵儿。小灵儿有些怕生，不过在雨桐的鼓励下，还是鼓起勇气抬头回望着掌柜。是个乖巧的孩子，不过要入咱们洪绣坊学绣活，每个月要交1两的银子。说完，他看雨桐的反应，学艺和手艺都是无价的，1个月是1两，1年是12两。我孙女要是能学到一些傍身的技能，也是值得的。女掌柜有些惊讶，这小妇人还能有这般见识，一般人只会心疼银子。说的可真好，不知家住哪里？东王村。东王村有户秀才人家，其父子都中了秀才，在咱们镇上很是有名啊。掌柜说的正是我家。哎呀，原来如此，这就难怪夫人有如此见识了。灵儿这徒弟啊，我收下了。一下子变成了夫人，要是原主在这里，不知道尾巴翘到哪里去。雨桐也松了一口气，这个掌柜的看上去也是个精致人，这样的人要求高，他还怕他不收灵儿呢。没想到啊，秀才之家作用还是挺大的。雨桐交了2个月的学费，决定2天后开始正式学绣活，到时候灵儿是要住到绣坊里来的，5天才能回家一次。魏夫人，掌柜将雨桐他们送到门口。绣女的手是很金贵的。一句话，雨桐就懂了。小灵儿虽还是个孩子，皮也嫩，但常年劳作的手与真正的细皮嫩肉，明眼人哪会看不出来？绣娘的手要时常接触光滑的布料，手操一钩丝。小灵儿难得来镇上一趟，雨桐给她买了一些吃食和零嘴，然后2人才高高兴兴的回家。回到家时，方和已经烧好饭，做了一桌子她婆婆喜欢吃的菜。1两。方和听到女儿学绣活1个月要1两银子时，心都凉了，这事肯定要还。没想到婆婆竟然同意了不说，还直接付了2个月的学费，当下就要跪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雨桐赶紧扶住她，这一感动就跪的习惯可真不好。娘，谢谢您让灵儿去学绣活。早上给了她5两银子，现在又给灵儿交学费，方和忍不住哽咽起来。儿媳妇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，有这份心意就好了，别动不动就跪，你都快临盆了。对了，这几天别让灵儿干活，绣娘的手不适合做这些粗活，灵儿的东西也可以慢慢收拾起来了。好。魏成宽回来时听到这个消息，也是呆愣了许久。当初妻子生了女儿，出了月子还被娘每天骂着，因此他也不疼女儿。但娘突然对灵儿好起来，看着女儿小脸甜甜的笑容，心情复杂得很。2天后是送灵儿去红绣坊的日子，雨桐没让魏成宽下田，而是让他穿上新衣裳。一家人先把灵儿送去绣坊，看着爹和娘都穿上新衣裳，爹爹看自己的眼神也不是厌烦的。灵儿第一次心里头对这个爹爹也有了股亲切感。正当一家子人高高兴兴的要出门时，魏成启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面色苍白、流着眼泪的方信儿。程启回家时经过小树林，看到等他的方信的时候吓了一跳，以为他又想像上次那样阴他，直接快速走出林子。没想到方信儿竟然在后面说要跟他成亲，还说这是他娘允了的，他自然不会同意。程启哥哥，你喜欢我的，我知道你喜欢我。胡说什么？我何时说过喜欢你？你一个女孩子家说出这种话不害臊吗？魏成启心里窝着火，这种事娘直接拒绝了就行，竟然还让这种女人来问他。2人一前一后回到院子里，碰上正好要出门去镇上的大哥一家人。雨桐看着这个情况，也知道自己去不了了，安排老大一家陪着灵儿去镇上，自己留了下来。这方信儿还真是精神可嘉呀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魏成启什么时候回来，他却把人给逮到了。程启哥哥，你怎么这样说我？你若对我无意，那天小树林里为何这般体贴？那天不过看你可怜而已，你别搞错了，我可什么也没做。魏成启的厌恶都写在了脸上。是不是魏大娘让你不要娶我？方信突然指着雨桐，满脸的怒气。雨桐无语的看着方信，情感不顺就迁怒到旁人身上，格局能不能大点？你不要胡搅蛮缠，赶紧走人，免得丢人现眼。魏成启原本心里对方信是有点好感的，当初那个情况他也确实有点心猿意马，可谁想竟然是在算计他，这就不能忍了。
哼，你对我如此绝情。方信哭了起来。魏承启，你若对我无情，我也不会客气。我现在就去组长那儿说你与我在小树林里的事。魏承启见他真要去说，赶紧拦住。杏儿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怎么怕了？那都过去这么久的事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只问你娶不娶我？魏承启脸色瞬间难看，一旁的雨桐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知道该自己出场了。那就娶了吧。娘，魏承启不敢置信地看着雨桐。魏大娘，方信眼睛都亮了。娶了之后就说她不敬婆婆再休了。转折的太快，魏承启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方信的两眼被愤怒取代。魏大娘，你不可以这般无耻。论无耻，也是跟杏儿姑娘学的。杏儿姑娘，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，在你浑身湿透的情况下肯定会保持着距离，要是没保持住，也会负起责任。承启两样都不占，就不是个好男人。被亲娘这样说自己，魏承启脸色青了一半。而一个好姑娘也做不出来这种自损名声的事来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们还是挺般配的。雨桐呵呵一笑，看着两人。就你这样的性子，娶进门后我魏家肯定不宁。你想让承启有污名，可你想过没有？承启就是不娶你，毁的是你自己还是他？小树林里别忘了，我和承启大哥也在，你们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，这世道会在意男人这点污名吗？魏承启松了口气，方信细细一想，觉得手脚冰凉。我虽是承启的娘，但我不会偏袒他。雨桐看到二儿子那轻松自在的表情，很是碍眼。就他这性子，现在娶了你，他日飞黄腾达也会抛弃你。娘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是。魏承启的另一半脸也青了。杏儿姑娘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设计小树林一事，无非就是看中承启是棵好苗子，想靠他过上好日子。方信没想到自己心里那点小算盘会被魏大娘知道，还当着承启哥哥的面说了出来，难看的想一走了之，但心里又不甘心。我喜欢承启哥，是真心的。魏大娘的话听着处处是为我着想，可就算是一点污名，魏大娘也是不想让承启哥沾上。对，他是我儿子，我说的这些话确实是护着他，可讲的也是实话。哼，就算是一点污名，我也要让他沾着。承启哥哥出息了，想要娶那些贵家姑娘，就不知道那些贵家姑娘在不在意这点小污名。方杏儿，你竟然如此恶毒！魏承启被气得有了想打人的冲动。是你们魏家对不起我在先。这日子呢，是要越过越好的，是不是？两败俱伤又何必？我倒是有个法子，就不知道杏儿姑娘愿意不愿意了。什么法子？我认你做女儿，如何？雨桐笑眯眯地看着他，至于他为何这么做，日后自然明白。娘，你怎么想的？我不同意。魏承启可不想有这样的妹妹，他连看都不想看见她。雨桐对魏承启的话充耳不闻，只看着方杏儿。他日承启真有出息了，魏家绝不会亏待了你，也定会给你招个如意郎君，你一下如何？方杏是心动的，就像魏大娘说的，她看中魏承启就是因为他是秀才有前途，如果嫁不了他，做了魏家的女儿，也必然会比现在好上很多。好，但必须选个日子，请组长过来见证，摆了3、4桌酒。虽然这样一来，和魏承启也算是彻底没戏了，但他们也别想甩了他。你别得寸进尺，摆酒要花不少的钱。魏承启觉得这个女人太会算计，一旦摆了酒席认了亲，那就得把她当回事，以后想甩都甩不掉了。这是自然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这么做。雨桐微微一笑，只要好好的解决了眼前的事，摆酒席这点破费不算什么。下午回来的魏承宽和方和得知这个消息都很惊讶，他们以为以娘的性格，今天和方杏肯定是要大吵一架的。魏承启心里不悦，他魏家竟然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，他现在是无比痛恨自己当日的没克制。雨桐看着魏承启的样子，也知道打一棒要给一个甜枣的道理。承启，娘知道你不喜欢娘收方杏儿为女儿，可娘不想你身上有任何的污点。我们和方家在同一个村子里，真闹开了两家的面上都无光，也留给了旁人话口。娘，我错了，不容易啊，步步受制之下才知道错了。这对你来说也是个教训，以后出去一定要长点心，知道吗？魏承启点点头。这事之后，他要是还不长心，跟蠢人有什么区别？3天后，雨桐请了族长和村里人以及2家的长辈过来当见证，正式认了方杏为魏家的女儿。这做了个把月的娘，雨桐已经代入感很强了。这个时候，他是不是应该感叹一句：儿子有了，女儿也有了，人生圆满了呀？酒席闹到大半夜才散场。人儿呢？你来。雨桐拿出一支珠花插到大儿媳妇头上。真好看，承宽，你快来看你媳妇漂亮吗？刚认亲酒席上，他给了方杏一支，自然也不能少了大儿媳妇的。魏承宽见妻子发上插了珠花，正羞涩地朝自己笑着，看得一呆。虽是小小珠花，竟也让妻子有了几分颜色。才发现，从成亲到现在，妻子身上是什么首饰也没有。此时，方和突然惊呼了声，双手抱着肚子。娘，灵儿爹，我好像要生了。雨桐和魏承宽瞬间紧张起来。承宽，赶紧去村头请产婆来。雨桐回忆了一遍原主以前的操作。魏承宽飞快地跑出去叫人，边跑边在心里祈求着一定要让妻子生个男孩。
娘亲好不容易对他们如此之好，一定要生个男孩让娘开心。他不敢想象妻子要是再生个女孩，娘会不会变回以前的样子。这边雨桐将方和扶到床上躺着，从感觉到要生了以后，方和的脸色一直不好，雨桐以为是他太紧张了。别紧张，就照生灵儿那会那般，痛了就喊出声来。说完他赶紧出去烧水，现在家里只有他们3人，得考虑周全了。做得差不多了，大儿子还没回来，雨桐赶紧又往大儿媳妇那屋走，正要进门，听到方和的声音传来。佛祖保佑，保佑信女一举得男，好让婆婆开心。信女不想再回到以前痛苦的生活了，求佛珠保佑信女一举得男，信女愿意一辈子吃斋念佛。雨桐知道这一胎是女孩，正想进去安慰她没关系，女孩她也喜欢时，魏晨宽带着产婆来了。